他总算是熬过去了。于哥，以后不准这么吓我了。我不过是睡了一会儿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睡了一会儿，你刚才差点就死了，反是直逼心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药死了呢。我就是太困了，看把你们吓的。如果你不是你，尊主，不是我，嘿，多想，他为什么亲他？嘿，你要去哪儿？人知行人抬头，程毅，我的光亮黑，你疯了！随他流浪。愿你的所长，去光艳地方，远离我，远离了悲伤，从此无虚妄，忘却繁盛，让遗憾不生长。愿你从此无所怕，无愧也无话，像萤火追逐着海浪，捉不住的光，任由我依然回想。尊主，你脑子是不是不清醒了？林浩清马上要兵临北渊，你现在将这么多灵力渡入胶珠传给他，你怎么跟御灵师对阵？直接去送死吗？渡灵力，你在救云河？别再做这些徒劳的事情了。你之前试过的，没有用。长衣，你疯了吗？把胶珠拿回去。我给，你必须拿着，你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就当你自己不惜命，万一仙师偷袭，你就等着北渊的风雪替你挡吗？顺德仙姬重伤未愈，仙师不会来的。好，好啊！看来你早就下定决心了。看来你当上这北渊尊主，连我都辅佐不了你了。随你吧。哎，冷静冷静。洛洛，啊，你先出去。要不我还是陪你你先出去，我有话对他说。好。先生，气大伤身。尊主在里面。先生，我现在不想提他。哎，这洛索，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其实没什么，那个你刚刚没看见那强光吗？那是胶珠的光，长衣在用它救云河呢。闭嘴闭嘴，胶珠不能说。胶珠在季云河体内，你们知不知道北渊现在是什么处境啊？尊主他身负重任，你们却骗取他的胶珠，还耗费他的灵力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居心啊？什么叫骗啊？长衣早就把胶珠给云河了，他是心甘情愿的，他心里只有云河。长衣，别的事也便罢了，但是此事绝不能当儿戏，将胶珠拿回去。儿戏，便当我是儿戏，与你又有何干？你就这么想把胶珠还给我？难道你和空明一样，也想操心我北渊的事？北渊不是你的事，是大家的事。我怎么做事，你没有资格教我。当年你不该回头，你不该变成这样，
你不该执着于仇恨。我执着的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仇恨。那是什么？你说呢？长夜，我这副身体，就算时日无多，那也是由我自己来负责，怎么能够让你耗损灵力，牺牲自己呢？如今你已断尾，又无教主，你说如何安定北渊？我安定北渊，从来靠的不是教主，也不是灵力。哎，尊主，刚刚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当真把教主给了纪云禾？他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？少主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云禾，真好。好了，是我吓到你了。洛洛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什么忙啊？你帮我请青姬前辈过来吧。你找他干嘛？叙旧。父皇，其实女儿早就该明白，是我一直在骗自己。可是如今女儿真的骗不下去了。常怡嘴上说恨着齐云禾，但实际心里却把他看得比任何人都重要。我真的拦不住他，女儿该怎么办？父王，你能听到女儿说话了是吗？父王，你一定要早点醒过来。眼下，也许你是唯一能劝得住她的人了。看你精神的确好了不少。这鲛珠续了灵力，真有这么有用？若鲛珠当真能续命，恐怕这鲛人早就被抓个精光，被拿去当药吃了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救不了云禾吗？就跟空明的汤药一样，再往鲛珠里灌灵力，也只能让他看起来精神一些。到了该死的时候，照样谁也救不了。那常毅知道吗？他就算知道，他也不会拿回去的。这大尾巴鱼越来越不听话了。那他拿什么打林浩清啊？这家伙疯了吗？依我看，他早便疯了。这样也挺好。我如今便是想为人再疯一次，也找不到那人了。前辈，我听闻仙师和宁师祖曾经是师兄弟，他们关系可好？可曾有过嫌隙？他们是师兄弟啊，
为什么万花谷的典籍里面没有记载？我也没有听人说起过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在从集所听仙师提到过。嫌隙大概是没有的。他们自小跟着宁熙宇一块长大，亲如家人。若宁熙宇还活着，宁清大概也不会变成今日的疯魔样子。宁熙宇是谁啊？若初的师傅，也是万花谷唯一一位女谷主。万花谷主？你们不知道？原来如此。既然重提旧事，想必有所缘由。你想干什么？梦中所见，疑团重重。我该告诉青姬前辈吗？前辈，当年十方镇宁师祖因故失约之事，您还介怀吗？哎，云禾，你不能戳青姬前辈的痛处。无妨。说实话，恨过，怨过。这段时间慢慢的淡了，许多今日的心心念念，无非是来年的付诸一笑。想我在十方镇下被关了1000年，现如今又何必自锁心房呢？说得对，天大地大，有血有酒，世间美事不过如此。昔日往事又何必再提？前辈，我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。青姬前辈好不容易才放下前尘旧事，我若单凭一个梦，就贸然怂恿他去找仙师算账，会不会害了他？罢了，等下次再见到宁熙宇，先问个清楚吧。既然无需我再帮忙了，尊主还带我来此作甚？北渊地势险峻复杂，御灵师为了减少损耗，定会取到此林。我想在这里设下阵法，重兵埋伏。先生你怎么看？尊主还需顾及我的意见吗？你一意孤行，鲛珠、灵力全都大方的渡给那纪云河，此战你拿什么取胜？顺得此举，是想先让万花谷消耗北渊的实力，然后再坐收渔翁之利。我们怎可让他如愿呢？万花谷劳师远征，发兵北渊，想必并非本愿，非本愿，便可松动。你这是想和谈？先是与顺德为祸先界，暴虐无道，四方仙游苦其久矣，但是力不从心。眼下北渊之势渐起，万花谷又是御灵师之首，双方若能化敌为友，也许有更多仙友与我们一起除邪魔，正天道。然而万花谷自视甚高，恐怕不会轻易与我们合作。若想说服他们，我们须得围而不攻，攻而不打，待其顿兵错锐，再与之和谈。所以，即便我心中有执念，我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身份。算你还有几分清醒，没有被女人冲昏了头脑。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：爱也好，恨也罢，执着于一个人，定无益于大局的。我这样做，不也没耽误事吗？狡辩！那你心中就没有骆锦桑啊？没有因为他丧失过理智？这聊得好好的，提他做什么？我只是想让你明白，何为公，何为私，我心里很清楚。我也明白我自己在做什么。怎么？难道到了今天，你还要拿出你那个金莲看一看，我是不是你要找的机缘？你自己心里有数便罢。啊，这世事多变呢，切莫要懈怠。重任在身，我不能，也不敢懈怠。
三月，我真的只是为了打发大环小环才一时口快，那些什么小母猫我可没说过，是他们两个添油加醋。一时口快，说的才是心里话吧？当然不是了，顶多算急踩。你别靠近我，我想安静的想一想。想什么？想你我之间的关系。从我们相识开始，的确没有多少安乐日子。或许你一语中的，我真的是你的业障。我们两个的确不适合在一起，保持距离，对你才是更好的。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我觉得可好了，好极了。你可别想丢下我了。黎叔，你让我自己静一静，好吗？那我晚些时候再来找你吧。不过，你可千万别胡思乱想啊！你刚刚的思路绝对是错的，千万不能往错的方向越想越偏。血统领辛苦了。飞廉神君，玉露灵芝即将成熟，天君挂念血统领，召我过来看看你是否需要帮助。多谢天君，神君。这离书小仙君日日在旁烦扰，需不需要我将他送出黛玉？不必了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血统领不用再装了，他已经走远了。你呀，言辞决绝，可眼神却骗不了人。一看你就是放不下的。怎么，业障之事，不再生气了？区区戏言，比起过往的生死离别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就算是真的生气，片刻也便消散了。那你为何不解了他的雷符，反而对他言语冷淡，还不许他靠近？难道你是担心在摘取玉露灵芝之时，怕出现什么意外，伤及到他？你的心意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？他过去已经为我付出够多了，我似乎总是理所当然的接受。而今，我想对他再好一些，至少不愿他再为我犯险受伤。待我取得灵芝之后，再为他解开雷符。血统领的赤诚之心，让在下尤为感动。只是，神君有话直说。只不过这离书小仙君对你甚是执着，也不在乎为你付出了多少。其实有的时候，你所想未必是他想要的。你对他的好与坏，不是你觉得，而是他怎么想，不是吗？神君是觉得我做错了？情之一事，旁人何谈对错？不过是冷暖自知罢了。少主、将军，万花谷大军果真如尊主所料，取到森林毫无防备。他们全军已进入尊主阵法的范围以内，现下阵法已成，四面形成屏障，已将万花谷大军困于林中。看来尊主果然英明。既如此，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。哎，表哥，你要干嘛？万花谷大军逃脱无门，犹如瓮中之鳖。我们这个时候杀进去，一定能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不可。尊主命我们防守在这儿，与其他各方互为策应，怎么能违反军令擅离职守啊？此处依托天险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此时不攻，更待何时？尊主之令不可违。常义说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吗？如今救夫未幸，我们的荣耀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。来啊，随我杀进去！是。先锋！常义出去了这么久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困住林浩奇。云禾，云禾，
万花谷大军中埋伏了，统统被长羿困在边境的森林里了。太好了，接下来只要和谈的顺利，那北渊暂且就不会有什么危险。林浩清，你究竟是如何领的兵，竟把大家往陷阱里带？幸亏林苍兰死得早，要是让他知道你害万花谷陷入如此丢人的难堪境地，怕是要气得死不瞑目。你，此番我向仙姬自荐，担任督军一职，是你们的福气。如今这四海八荒之中，名字响当当的御灵师，就只有我朱灵了吧？是啊，督军威名远扬，凌霜台拱手相赠一事，四海八荒无不口口相传。小小仙师竟然出言！我的仙士，我自会教导；如何行军作战，我自会安排。督军别忘了，我才是仙姬钦点的统帅。你以为你现在是统帅便了不起啊？仙姬能点你，亦能撤你。仙姬派我来此监督，不就是因为不够信任你吗？你不要太嚣张了，别被我抓到什么把柄，否则我一定上报仙姬，治你的罪。报！禀告谷主，我们已经探查过了，此处尽是阵法禁制，进退不得。而且，这几处有利的突围地点，皆被重兵把守，根本冲不出去。哼，看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若非你，我们至于这么狼狈吗？识相的就乖乖交出兵符，由本座领兵杀出一条血路。我不会让我的人做无谓牺牲的。他们体内都有寒霜，怎么都是死人？北方垭口可有人防守？北边有一些奇怪，其他地方皆是按兵不动，唯有北边垭口方向有一队人马突然进攻。从此说突围。林浩清，你聋了吗？北边正在进攻，你还要过去送死啊？如今我们已然被困，北渊大可一直为守，不可能仅此一处有异动，定是内部出了问题。传我的令，从北方垭口全力突围，对手轻攻之时，就是掐住他们喉咙之时。是。等等，你如此武断，若出了事，你负责吗？我负责。传令。是。长羿，你回来了。外面战况如何？我听阿明说，你夜不寐，等战报啊。反正以后长眠的时间多的是，你就许我多睁眼看看吧。听说林浩清已经被困于林中，你打算找谁去与他和谈？反正不是你。你就让我去吧。我跟林浩清从小就在万花谷一起长大，亦敌亦友，也可以说，他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后一个亲人了。我相信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亲人？你现在和林浩清都亲密到这个程度了，还是你以为林浩清可以把你从这里带出去？我出事了！林浩清破了阵法，出了林子。怎么可能？哪里的阵法破了？是青瑶跟齐风负责的北边垭口。这个齐风贪功冒进，不听青瑶指挥，擅自带军，结果被对方反制。虽然我们的人马已经撤到安全的地方，但形势很不利啊。齐风人呢？齐风罚了300军棍。真是便宜他了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林浩清派来一个使者，说可以商谈，但却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要见纪元和。那个使者是谁？叫思雨。思雨？哦，对对对，我忘记跟你们说了，思雨他根本就没死，是被林浩清偷偷藏起来了。当时我就觉得林浩清对思雨下手过重，原来他果然是留有后手。不过此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解决眼下的困境。长野，你就让他来见我吧，此事不能再耽误了。
带他来云院。好。林浩清，成功突围，士气大涨，为何不一鼓作气攻入凌霜台？你无故拖延，是不是存了别的心思？我奉先机之命督军，你休想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招！攻下北渊岂是一朝一夕之事？这一点，你应该更有体悟。你，更何况，攻下北渊是其次，缉拿纪云河才是先机的头等大事。我已派人前往凌霜台传信，命他们交出纪云河。条件呢？他们要是交出纪云河，你会如何？退兵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先机要纪云河的命，也要整个北渊的命，从来都不是2选1。林浩清，万花谷现在是何处境？我想你心知肚明。你要是将此事办砸了，先机随时会将你弃如敝履。你就等着万花谷万劫不复吧。见过尊主，继护法。思月，直说吧，林浩清要什么？你，谷主无意与北渊搞得太僵，更不想徒增伤亡。只要北渊愿意交出继护法，其他的都可以商量。说完了吧？是。接下来我的回复，你回去一字一句的转告给林浩清。此番先礼后兵，原是想与万花谷联手对敌，但你们敌友不分，步步紧逼，我们北渊便奉陪到底。让我交出纪云河，不可能；让我交出空明，也不可能；让我交出任何一个受北渊庇护的人，都不可能。哎，云河，长衣忽然这么威风，连我都想喊他一声尊主了。大尾巴鱼。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尊主的意思，思域明了，告辞。哎，等等，你这就想走啊？陆景桑，两军交战不许上来使，让他走。我送你出去。等会儿，这条蛇心思多得很，我得跟着他，以免他在路上耍什么花招。走。长夜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不想听。那我要说什么？你无非就是想说，你不是想被北渊庇护之人。纪云河，其他人的去留是他们的自由，但你，这北渊的庇护，你必须给我受着。大尾巴鱼，你猜错了。我方才是想说，你刚刚的样子真的很威风，足以配得上北渊尊主这个称号。这次，我是来帮你的，我们要好好打一架了。林浩清如今封锁了北渊所有的道路，这3个正室呈横向排列。若我没猜错，林浩清会派遣3名大御灵师起阵眼，其余的辅助形成封锁线。阵眼上的大御灵师才是关键，只要抓住这3个人，这些封锁便会瓦解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这样安排？因为这是最合理的安排，而且我懂林浩清。别瞪眼，事关北渊，千万别小瞧这些大御灵师，他们可不好对付。最好由你、空明还有青姬各自分别负责一路。没问题，这一路交给我。我去游说青姬出马。事关重大，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当然万无一失了，我到时候就诓他去找酒，
到了路上呢，我就拽他的毛，必得把他逼去。你管这叫游说啊？青姬听了可不得把你打死。你还是乖乖的在这儿待着吧，你去了准会误事。别小瞧我嘛，我骆锦桑什么时候误过事了？你说是吧，云禾？最后的那条路必须得由金瑞带领。金禾，你真是为了让我拿回鲛珠，绞尽脑汁。你要是非要这么想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这次为什么站在我这边？顺德恨我入骨，帮你就是帮我自己。考虑的如何？阵前可不能误帅。好，1个时辰，我必回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时间不多，准备何时动手？明日清晨。那你还要再亲云禾一次了？怎么给的，自然就怎么拿回来。好吧，那到时候要不要我来帮你们？哎呀，你拉我干嘛呀？你不说要去游说青姬吗？哦，对哦，你们放心，青姬交给我。关于你们渡鲛珠这事，快走吧！我不是。这鲛珠只会离开我身体1个时辰，鲛珠离体，我便会恢复虚弱。虽然不知道能入梦于宁夕雨数多少，不过有1个时辰也是好的。鲛人说，谁都不许带走金云禾。这个鲛人，还是一副硬骨头，还谈到什么？属下一路打探，湖心岛戒备森严，而且说。如果属下没有看错的话，纪云禾耳后被打上了鲛人印记。据属下了解，鲛人印记具有感知能力，想要带走他，并非易事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哪件是易事？既然他出不来，我进去便是。纪云禾了解我的战术，我何尝不了解他呢？若没猜错，他会从这3路发起进攻，届时我设下诱饵，被擒入灵双台，就能见到他了。谷主，太冒险了，您这是在拿自己做棋子啊！这一切都是先师的一盘棋，我们谁都无法抽身。孔明和骆锦桑已经出发了，所以现在要取回鲛珠了，对吗？云禾，这次你真的是站在我这边，在我算计，是吗？尊主，您好了吗？战场上瞬息万变，您快些吧。他说的没错，战场瞬息万变，你放心，我答应过你会在这儿等你回来。去吧。1个时辰，我就回来。
一次算计了你，除却帮你，我也只有这一个机会，才能名正言顺地让教主离题。我必须知道当年的真相。你这么做很是冒险，失去鲛珠，你的身体会愈发虚弱，你离陨灭只一步之遥了，所以才更要抓紧时间。但是我季云和一生最讨厌按照别人的吩咐行事，我要知道真相，然后再决定我的选择。你想要知道什么？你是宁西雨，宁若初和宁青的师傅。是。前辈，无需多礼，你还想问什么？问便是了。我想知道的是，明明是先师他祸乱四海八荒，你为何说你要赎罪？还有，先师他为何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初见宁青之时，我正带着若初游历人间。师傅，当心，是恶灵偷袭！别！我在他身上探到了灵力，发现他是玉灵石的后代，不知怎的被遗落在了人间。你画得真好，我很喜欢。什么时候你可以为我画一幅吗？你父母呢？你家在哪里啊？那我带你回家好不好？我将他带回了万花谷。起初他没有过去，无根无家，很是自卑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没有名字，我也不需要名字。你不需要，但我想送你一个。小少侠，给个面子收下吧。不如你就跟若初一样，随我姓宁，叫宁青，好不好？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？独立天地间，清风洒蓝雪。这个名字，你喜不喜欢？我收宁青为亲传弟子，教授他仙法。不过宁青与若初不同，若初心境爽朗浩大，喜欢痛快。我便教授他剑法，而宁青心思细腻敏感，不适合习剑，我便教授他更需静心和巧思的阵法。
那后来呢？后来又发生了何事？你明明是万花谷的谷主，为何万花谷中从来都没有关于你的只言片语？就好像你从未存在过一样。当年若初与青姬相恋之事闹大，我出面替他们说话，却遭到世人的鄙薄非议。他们指责我管教不严，纵容包庇弟子，不配再居谷主之位。那时，一直觊觎谷主之位的林氏一派，更是暗中推波助澜，趁机将矛头指向我，甚至煽动谷中长老将我定罪，废我半生修为。最终，我被驱逐出了万花谷。走的那一日，念青追上了，要随我一起离开。万花谷视我为耻，在林氏的鼓动下，最终抹去了所有我存在过的痕迹，更不许谷中再提及我的名字。那宁师祖和秦姬知道此事吗？我是若初的师父，自该保护他，又何必告诉他们这些，让他们心生愧疚呢？前辈大义，云何敢配？后来，我带着宁青去了人间。我们在人间走过很多地方，闲暇时又回到了当初捡到他的那间小茅屋。我在那里写下了很多游记，记录下看过的风景万物、天地苍生。仙师珍藏的那几本游记，都是前辈写的。广物集也是吗？我一向喜欢游历，在离开万花谷之前，便已写下了广物集，只是走的时候落下了。我知道那本书后来到了你的手里。看来我与前辈缘分不浅，只是听前辈所说，宁青他原来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为何后来会变成那样？在人间时，我仍旧带着宁青御灵除恶，但我渐渐发现，宁青与以往有些不同了。他御灵的手段变得激进狠烈，不留余地。我明白，他是希望可以尽快立下功劳，好帮我重回万花谷。我本想慢慢规劝，却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。那一日，我们被恶灵凶兽围攻，宁青给万花谷传去求救信，却迟迟无人前来。最终，我重伤身陨。或许是阴差阳错，昔日我撰写广物集时，曾注入大量心力，因而在我身陨后，元神并未完全消散，而是留存最后一丝在广物集上。而后，我便脱身长风。至于宁青，他视我为至亲，无法接受我惨死的事实，因此心结越积越深。世人厌弃你，林氏陷害你，万花谷驱逐你，恶灵凶兽杀你，宁若初与青羽鸾鸟，则是这一切的开始。有份者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，我会让他们尽数为你陪葬。宁青将我身陨的消息带回了万花谷，
他在谷中跪了3天3夜，才重新求得了谷中收留。但从那时起，他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他将我的死讯告诉了若初，并将十方阵交给了若初。师兄，师父不在了，谷里的弟子定会找你和青姬的麻烦。师父生前一直希望你们能平安，我也是。我找到了一个上古阵法，可以让你和他永远厮守在阵下。这个阵法叫十方阵。师兄，师弟，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了。我有话要说。说吧。一路走好。为什么？你与青羽鸾娘是这一切的祸根。你们害死了师父，凭什么安然相守？造成今天这般局面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所以前辈是想让我将真相告诉青姬，让青姬去找他。如今这个世上，除了青姬，再无人可以对抗宁青。1个时辰快到了，空明和长逸那2路皆已成功，只剩青姬那一条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前辈，可否带我去看看战况？我把我的眼睛借给你。前辈，这来都来了，不打一打多可惜啊！再说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他们的包围了，你要是不打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是青羽鸾鸟，快向谷主求援，快！哎，不会吧？这还没开始打呢。就为了这种窝囊废，你就骗我出手，是不是也太看清我了？前辈，你要干嘛？你不是说了吗？来都来了，得动动筋骨，折腾一下。是青羽鸾鸟，保护谷主！就这么闯进来了，也太刺激了吧！小丫头，是不是抓住他，以后你们就可以彻底让我清静了？对，就是他。别追了，谷主有令，不得追赶。我让他们抓的是3个大鱼灵石，他们抓林浩清做什么？真是乱来。季云河，你决定了吗？是否要帮我？前辈，认识青羽鸾鸟的不止我一人，为何要选我？如今我不在五行之内，是违逆天地法则的存在。你强行练出双脉，亦是如此。只有你，冥冥中与我注定相连；也只有你，身陷囹圄，备受摧残，却仍对世间抱有所爱。我以为老天爷将我的生死折磨成这样，是我命数无常，却没想到，竟然藏着这般机遇。看来这场劫难也不算太坏。你答应我了？我答应前辈，定会做到。只是还请前辈给我一些时间。北渊现在还处在危机之中，我的余生不长，我想最后再为所爱之人护住北渊。前辈，
解决了。解决了。真乖，你信守承诺这一点，一点都没变。长义，你怎么能让骆景桑改变计划，去打林浩清的主账呢？现在我们两路都回来了，就他一点消息没有，出事了怎么办？我没让他去啊。先生，别急，有青姬在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不会有事。现在这个鲛人好好的站在这儿，你当然……云禾，云禾，云禾，我跟青姬前辈把林浩清抓回来了，就关在无望窟里。哎，谁让你去捉林浩清的？你每天脑子在想什么呀，骆景桑？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肆意妄为啊？你弄疼我了。你这么凶干嘛？我阵前请主帅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跟青姬前辈的本事比你大，你就生气了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不可救药。嗯，他在骂我吗？哎，你回来，咱俩好好吵吵，看谁对谁错。回来！长夜，既然青姬都已经把林浩清抓来了，你就让我去见见他吧。我的性子你最清楚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你刚刚取回鲛珠，身体还没有恢复，干嘛这么着急？有你在，我怕什么？好吧，一起去。我只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不能多停留。超过1炷香，我就进去了。好，我会很快回来。兄长，你我先师父一别，没想到再次相见，竟是如此光景。千难万险，跟着鲛人来到北渊，你就把自己弄成这般模样。拖着病躯来跟兄长和谈，兄长见了会觉得更有诚意，也会更感动，不是吗？先是出谋划策，又来亲自和谈，你真的很在意北渊。不错，你我相斗，只会让歹人的阴谋和野心得逞。你我双方乃至整个仙界的共同之敌，我们应该联手对抗才是。兄长是聪明人，其中利弊，无需云何多言。你我最终目的一样不假，可你也知道顺德仙姬的脾性和气度，他手握寒霜，威胁着万花谷所有御灵师的性命。早前万花谷派来捉拿长义的御灵师迟迟未归，我就不信兄长没有派探子来查，我也不信兄长会不知道空明有还解药之事。那又怎样？当日长义被困，备受折磨，指使的虽是顺德，但真正动手的却是御灵师。长义怎可能轻易放过他们？兄长，长义的心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宽广。这段时日，四方有不少御灵师逃来北渊，是长义力派终于留下了他们。早前万花谷派来抓他的御灵师寒霜发作之际，也是长义救下了他们。来了北渊的可以得到庇护，可留在万花谷的呢？你一反常态，带兵来攻，又毫无反抗，故意背弃，现在还与我步步确认北渊纳降的态度，想必这一难题，兄长早有筹划。你想方设法来见我，是因为关键在我身上，对吗？你猜对了。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你还真1炷香才出来。笑什么？没什么。
谈得怎么样了？他并非没有和谈的想法，只是有些复杂，需要再聊聊具体的条件。不如明天我再过来跟他聊聊，不能让他占了北渊的便宜。见一次就够了，剩下的让空明去说吧。我们现在回去。来都来了，不看看风景再走吗？不想看。你就考虑考虑嘛。难道你都不想？不考虑了。大尾巴月，你真的霸道了许多。回去吧。思雨，今夜你率兵佯攻，声东击西，我自会寻找机会带纪云河离开。思远，谷主被擒，军中无帅，朱灵驾敲着要取达谷主掌军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让我们去救谷主？即便谷主有令，不让我们妄动，可他当时为何要下这样的令？他就不怕自己出事吗？今夜佯攻，谷主要趁机带云河出来。原来如此，太好了。记住，是佯攻，不得应聘，更不得有伤亡。我知道，放心吧，我这就去准备。谷主，为何不将此行的计划告诉曲小星？他虽忠诚，但行事毛躁，生死一线之事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，免得露了破绽，让顺德生疑。那纪云河怎么办？等到了北渊，谷主真的忍心对他下手吗？谷主，你当真能舍得下纪云河吗？再见林浩清，你就这么开心啊？只是觉得最终他会答应和谈，北渊不必再打仗，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下了。怎么，你当真吃醋了？如果我真吃醋了呢？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？我累了，我先去睡。跟所有人都有说有笑，有迹可循，偏偏跟我无话可说。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这个答案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长野，你我早已说得清清楚楚。若再纠缠，可就没趣了。如果我不相信你当初说的话呢？纪云河，当初断崖的事，只要你说你没有背叛我，说的都是违心的话，我就可以相信你。我们之间所有的事情，在你心里哪怕有半点是真的，无论你解释什么，我都可以相信你。你说呀，说呀！北风一起，大寒将至，听闻会下一场1年当中最大的雪，也不知我还能不能看到。好了，云河，不灰心，来，我们坐下。
云禾，我觉得长意他是相信你的，他并没有怪你，他好像只是需要听到你亲口跟他解释而已。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开口呢？我这将死之身，何必要做那么多跌宕起伏、峰回路转的事情？你就当我是矫情吧。而且现在北渊形势如此复杂，我不想再给他心里添乱。云禾，你不是说喜欢是会让人心情愉悦的吗？为什么你跟长意看起来都这么痛苦啊？真是搞不懂你们，看起来这么聪明，却非要把这么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。有的喜欢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跟对方在一起，有些喜欢是仅求对方平安顺遂。我不想以贪图这一时的喜乐，而给长意留下更加沉痛和长远的悲伤。你以后会明白的。若喜欢要像你跟长意这般折腾，我才不要呢。那空明呢？云禾，你说说空明，我明明立了功，他还把我臭骂了一顿，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他那是因为关心则乱。不对不对，关心我就不应该这么凶我，而且他每回见面都不给我好脸色看，讨厌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说他了，我去给你端药。笑一笑。洛洛最喜欢看云禾笑了。走啦。长意，你是我一生最光明的存在，是我的雪中炭，爱是灯，绝毒咒，所以我不想带你一道成泥。要保他们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跟我回去，给沈德一个交代。这个交代是要我死吗？是。好，若兄长能带我逃出去，我随你走。你可有听清？顺德要你死。兄长也看到了，我时日不多，与其被困死在这北渊之中，倒不如最后做些有用之事。倘若我这将死之躯啊，可以祝兄长今后的路顺遂一些，那有何不可？我会传信私语，今夜佯攻，届时我带你离开。行动之时，催动此咒术，可屏蔽你的鲛人印记1个时辰。哪怕还要再次骗你，哪怕这次，哪怕这一辈子，你都永远不会再原谅我。表妹，还生气啊？我那日抢先进宫呢，也是因为想尽快为北渊除去大患，又不是为了自己。再说他长意的计划本来就有问题，只守不攻当然是给了对方反扑的机会。若是当时听我的，早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，何至于像现在这么麻烦？我看我是罚你罚得太轻了吧，还没能将你打醒。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？只知道把责任往我身上推。你既然不知错，那我跟你也无话可说。行行行，就当是我错了，行吧？我看你是嘴上认错，心里根本不服。是，我就是不服。长意被纪云和蛊惑，偏偏你却这么护着他，我是心疼你啊！你处处为他隐忍，为他着想，他呢？从战场上回来后，
有看过你一回吗？他来看我是情分，不来看我也是应当。那你一直在这儿等什么？不还是等他吗？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齐风将军，什么事儿这么慌慌张张的？是王上，王上终于醒了。走，走。父王，舅父，父王，舅父，父王，瑶儿，您终于醒了。瘦了，瑶儿，你这傻孩子，你身负重任，当以自身为重啊，何苦还要浪费灵力来救我呢？只要父王能醒来，瑶儿做什么都愿意。大家现在如何？我将你们托付给常义，一切可安好啊？舅父，您有所不知，常义不仅辜负了您的叮嘱，还处处欺负表妹。您若再不醒来，北渊就要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。表哥，父王才刚刚醒来，你别拿这些琐事烦他。表妹，你难道想看着北渊毁在他们俩手里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快点一五一十地告诉父王。常义现在在何处啊？他应当是巡访去了。好，我醒来之时，先不用惊动他。你们速派人去湖心岛，监视那个纪云鹤的动向。一旦他与林浩清有任何异动，传我的令，当场诛杀。是。不行，父王，常义说了，不能动纪云鹤。他最听您的话，要不您劝劝他回头，让他不要再信纪云鹤就好。瑶儿，那个纪云鹤跟常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不是跟父王说过，你与常义已经互许终身了吗？那他为何还要处处护着那个纪云鹤呢？难不成他移情别恋了？不是的，父王，我当初是为了让您救他，所以才自作主张的骗了您。其实常义他并未对女儿有情。啊！那个常义穷尽北渊之力护着纪云鹤，我看呢，他真正喜欢的就是那个玉灵氏。那个纪云鹤乱常义心神，必有大患。在此紧要关头，不能冒险，必须决断。可若纪云鹤真的有事的话，常义是不会原谅我的。哎，别忘了，他单岁之时，你为他付出了多少牺牲啊！他是不会苛责于你的。况且，即便抛开你与他的情谊不说，常义如今是北渊的尊主，就更不该因为一己之私落人口实，否则军心不稳，如何御敌呀？